讓我們來探究鹼土金屬。鹼土金屬是鈹、鎂、鈣、鍶、鋇和鋁，位於元素週期表的第二族。除鎂以外，這些金屬和鹼金屬一樣，都儲存在煤油中。它們具有相似的性質和反應趨勢，其密度和活性都會由上而下遞增。除鈹以外，所有的鹼土金屬遇水反應都釋出氫氣，並生成鹼性溶液，但它們的反應的強度低於鹼金屬。但在同一族中的反應會由上而下遞增，變得猛烈。第二族的元素，它們的最外層都有兩個電子。除了鈹以外，其他金屬都會失去這些最外層電子，像鹼金屬一樣形成離子。例如鎂可以失去最外層電子，形成帶正二電荷的離子。鎂與氧氣和水反應的實驗，用鉗子夾取鎂條，將鎂條放在熊熊燃燒的本生燈火焰上，鎂燃燒時會發出耀眼的白光。注意，鎂火不能直接用水撲滅。鎂與氧氣反應，生成氧化鎂，它是一種白色的固體。稍後你會看到燒杯底部會有出現白色的沉澱物質，這是固體的氫氧化鎂，因為它只會微溶於水中。鹼土金屬，它們的活性都是會由上而下遞增。例如，當鎂加入冷水中，它的反應十分緩慢，並會生成不能溶解的氫氧化鎂。這氫氧化鎂形成一層保護膜，阻止鎂與水繼續反應。鎂只能夠與水蒸氣反應。鎂與水蒸氣反應生成氧化鎂和氫氣的實驗，在實際操作中只需加熱鎂條，而不是濕潤的山凹。氫氣可以用燃燒的木條點燃。無論如何，當鎂燃燒時接觸到水蒸氣，反應是十分猛烈。鎂與冷水反應，生成氫氧化鎂和氫氣。以下是它們的反應方程式：氫氧化鎂是微溶於水。在元素週期表中，元素分為金屬和非金屬。但除了把元素分為金屬和非金屬之外，有些元素還可分為類金屬元素。類金屬同時具有金屬和非金屬的特性。我們在之前的視頻中已經陳述了金屬和非金屬的物理性質，現在講解類金屬，它們同時具有金屬和非金屬的特性。它們大多數像金屬一樣外表有光澤，在室溫和壓力下是固體，但它們亦像非金屬一樣易碎。類金屬具有一般的導熱性和導電性。如果要類金屬導電，它們必須是在受熱或含有雜質的情況下形成。最後，它們的熔點和沸點都是一般。基於這些特性，類金屬通常用作於半導體。以上是類金屬的一般物理性質。